有谁想看看我等会下穿的什么吗？那就放下兵器。女孩的馒头掉到了河里，那是她从死士手中找来的。正当她为此低低啜泣时，一位头发很飘逸的河神冒了出来，问她：“你掉的是这个金馒头还是这个银馒头？”因为女孩诚实地说自己掉的是面馒头，河神奖励她获得吃不完的馒头和最华丽的衣服，以及各个霸道总裁的宠爱。但这些东西的代价是她永远得不到任何人真心的爱，除非时光逆转人死复生，否则这个契约将困守她一生。女孩听到有吃不完的馒头，马上点头答应。河神走了，女孩也踏上了自己锦衣玉食却不快乐的后半生。时光飞逝，20年眨眼便过去。广袤的原野上，大将军光明穿着艳丽精致的鲜花盔甲，正在准备着一场以少敌多的战争。对于这场战争，光明胜券在握。他找了133个奴隶引出蛮人，这些奴隶中有个叫昆仑的，他拥有风一样的奔跑速度。也正是因为他，麻辣小龙虾队出奇制胜，赢了蛮牛队。光明十分高兴，他将昆仑收为自己的奴隶，告诉他从今往后不需要跪着，只需要为自己跑。峡谷一战大获全胜。正当这盘麻辣小龙虾准备拔营回城时，北公爵吴欢率领大军包围王城的消息传来。光明令大军原计划前进，自己带着昆仑轻骑回城，然而途中却不太顺利，两人迷失在一片芭蕉林中。这时喜欢和人打赌的河神鬼魅般出现，他和光明赌他千里秦王的结果，如果赢了就保他一辈子打胜仗，输了只要他一滴伤心泪。光明什么都有，唯独没有情，既然没有情又何来的伤心泪？河神淡笑不语，无疾之中早已注定了要发生的事，结果就是他会杀了王，最终因动情而死。河神为光明指了路，随即消失不见。这时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手握银蛇弯刀杀出，他奉主人之命前来杀光明取鲜花盔甲，主人无疑就是北公爵吴欢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昆仑出现，风一样的速度让黑衣人认出他也是雪国人。老乡见老乡，黑衣人放过了昆仑，迅速遁走。光明身受重伤，他命昆仑穿上自己的盔甲救出王。昆仑没见过王，光明告诉他手上没武器的就是王。此时王城之内，吴欢一身银甲端坐宫殿之前，身后的羽毛兵将大殿围得密不透风，身边仅有2个龙虾兵的王手持佩剑立于宫殿之上，场上一度形势分明。吴欢让王交出倾城王妃，王没想到他这样兴师动众，竟只是为了一个女人。吴欢和倾城王妃的渊源要追溯到他们的孩提时代，那时候一场战争刚刚结束，目力所及之处尸骸遍野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穿梭其间，从尸体手中找到一个馒头后便飞奔着离开。这时树上一个吊死鬼的靴子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女孩看着自己的光脚丫，马上折返拽下靴子，不料这吊死鬼突然活过来抓住了他。这是个衣着华丽戴着精致头盔的男孩，男孩要女孩做自己的奴隶才肯放开他。女孩是个小机灵鬼，她借口想看男孩的头盔，将他砸倒在地，然后拿着馒头一溜烟跑了。这个男孩就是吴欢，女孩自然就是倾城。同河神做过交易后，倾城如愿成为了一国之主的女人，也拥有了无上的宠爱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王和吴欢对峙时，倾城走了出来，她的美貌让士兵们甘愿放下武器，也甘愿拿起武器对着王。王勃然大怒，拿起剑砍向倾城。就在此时，昆仑赶到，一身鲜花盔甲无人敢挡，他谨遵光明的命令，一剑洞穿了手持武器的王，救下命悬一线的倾城，策马出城。这下误会大了，秦王变成杀王，要怪只怪光明的概括能力太差，但凡形容王是个喜欢掐着嗓子说话的男人，昆仑都不一定能杀错。吴欢看着这一幕也惊呆了，此时此刻只想给他点个赞。昆仑带着倾城逃到一处断崖，吴欢紧追不舍，眼看两人没了退路，吴欢提出只要大将军肯跳下去，自己就放了倾城。他不知道鲜花盔甲下的人并非光明。此话一出，和所有人一样，倾城也觉得不会有人真心爱他，更不会为了他情愿去死。然而身边的昆仑却答应了下来，随后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下，仿佛正应了河神的话，即使倾城得到真爱，也会在一瞬间失去。吴欢带回倾城，将他关在金鸟笼中，光明则平白背上了杀王的罪名。河神再次出现在无极中，他看到鲜花盔甲有了新的主人，那个人是天下的战神。等海棠花凋谢，日月同时出现的时候，他会得到倾城的爱。光明是个骄傲自负的人，他和河神打赌鲜花盔甲是自己的，倾城也是自己的。这河神不去奖励别人金斧头和银斧头，神神叨叨不知道想干什么。他所说的无极似乎是个能看到过去未来的东西，还是太闲了，才来玩玩人心和人性。另一边，跳了崖的昆仑自然没有死，他回到光明身边复命，想起同河神的赌约，光明改变了杀掉昆仑的决定，让他去将倾城找来。昆仑很快来到关着倾城的鸟笼，用一根绳子将他救了出来，然后在王城的屋顶放起了风筝，牛顿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。两人被吴欢发现，打落在地。昆仑带着倾城一路逃出城门。就在这时，穿着鲜花盔甲的光明骑着马从身后赶来，倾城挣脱昆仑的手，决绝地回身奔向光明。
昆仑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阻止城门关闭。光明则带着倾城从他头顶一跃而过，逃了出去。倾城错将光明认成了为他跳崖的鲜花盔甲的主人，愿意将自己的命交给他。昆仑被抓，吴欢也得知杀王的并非光明，事到如今他就要坐实这件事，于是便杀光了所有的知情人，并命黑衣人除掉昆仑。作为这世上唯二的雪国人，黑衣人放走了昆仑。昆仑回到光明身边，倾城知道自己身上的诅咒，他决定就让时间停留在这一晚，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离开光明。光明追了出来，他怒气冲冲地指责倾城是骗子，命令昆仑杀了他。昆仑握着刀，却迟迟无法砍下。光明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，他信誓旦旦地说，海棠花落尽的日落之前，倾城一定还会回到自己身边。光明无疑是个打赌黑洞，他的赌就没赢过，这也不能怪他，毕竟无极之中早已注定的事，作为一个普通人应当很难撼动。河神要看的大抵就是人在已知命运后的抉择与抗争。光明将自己的马送给倾城，好让他后悔了可以回来的快些。对于屡次违抗自己命令的昆仑，光明气鼓鼓地说不要他了，让他哪凉快哪待着。昆仑也很听话，往漫天飞雪的凉快地方走去，不多时便倒在冰天雪地。老乡黑衣人出现，逆转时光将他救下。昆仑在梦境中看到了妈妈和妹妹。黑衣人名叫鬼狼，他是那场屠杀中唯一活着的人，也是唯一为了活命臣服于吴欢的人。鬼狼告诉他，只要学会奔跑，拥有真正的速度，他就能往来时间之中。最后鬼狼送给昆仑一件五彩羽毛衣，两人就此分别。昆仑回到光明身边，光明正盯着光秃秃的海棠树怅然若失。太阳就快落山，昆仑背着光明疾驰在原野上，终于追上了倾城。两人相拥在一起。倾城想明白了，早在光明杀掉王的那一刻他就爱了，如今就算失去他也要爱。光明一怔，杀王的并不是他，不过他不打算说破。昆仑和倾城道别，他的眼里满是泪水，从始至终只有他真心的爱着倾城，不掺杂任何利益，不讲求任何回报。昆仑再度离开，他奔跑着来到时间之墙，看到了吴欢屠杀自己族人的一幕，可惜他无法阻止这场悲剧。冲天的火光和族人的哀嚎让昆仑失去理智，他要找吴欢报仇雪恨。与此同时，曾经的下属找到光明，他们称自己抓住了吴欢，同时表达悔意，想让大将军回归。光明还是难以抵挡权力的诱惑，他在倾城和王位之间选择了后者。昆仑来到草屋，倾城拜托他找回光明。昆仑前脚刚走，吴欢的人就带走了倾城，这无疑是个圈套。吴欢还是喜欢像小时候一样吊着装死，光明也不出意外被抓了起来。昆仑解救了光明，让他和自己一起去救出倾城。光明一蹶不振，就像战场上的逃兵，他不打算离开，也没勇气再去救倾城。这一刻，光明没了自信和骄傲，不再试图改变什么，而是颓然地等着命运的审判。昆仑问出存放鲜花盔甲的地方，他打算穿着盔甲去告诉倾城他是谁。此时，鬼狼潜入皇宫，试图带走鲜花盔甲，不料吴欢已经等候多时，两人大打出手。不多时，昆仑也赶到。吴欢让鬼狼在鲜花盔甲和他身上的黑袍中做选择。这件袍子是吴欢屠杀雪国人时赐给唯一愿意臣服于他的鬼狼的。自始至终，鬼狼最害怕其实是面对自己，面对那个当了逃兵的自己。黑袍成了他的躯壳，将他困守其间。昆仑的出现让鬼狼幡然醒悟，他将鲜花盔甲交给昆仑，让他去向倾城证明谁才是他心中的那个爱人。之后便脱下了袍子，走出自己内心的牢笼，完成了一场自我救赎。翌日，光明在大殿接受长老们的审判。昆仑提前见过倾城，告诉他只要说王是自己杀的就能救下光明。倾城照做，长老们却不信一个奴隶会杀王，于是昆仑便复述了当天的情形，说出了他对倾城说过的话。倾城这才惊觉自己爱错了人，真相大白，但他们谁都逃不了。吴欢将三人绑起来，让他们互相注视着直到死去。而他之所以做这么多，竟然只是因为了小时候倾城欺骗了他，拿走了那个馒头。这孩子怪记仇的。整部影片可以说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。楼上的光明闻言笑出了声。吴欢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让光明穿上黑袍。光明让吴欢把袍子给自己，要相信谁都不想死。吴欢的信任错付了。光明解开束缚的第一时间就是拿刀和他搏杀，接着昆仑也被放了下来。最后三人全都重伤倒地，光明和吴欢先后咽下最后一口气。如河神所说，光明最终动情而死，至于吴欢，大概是死于执念。昆仑则穿上了那件黑袍的也活命，他要带着倾城跑到时间之前，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